制。那么这件东西呢，底下有暗刻文的啊，底下有暗刻海水纹的。与这个年代同时代的，有在盘里边画一个龙盘珠的绿龙，啊，这个呢是我们大运瓷当中的一个纹饰。那么外边就是用的这个暗刻海水纹。那么所以这个东西本身是御窑厂的作品。刚才我们有朋友讲，也有可能官窑器厂文人名家后加彩，这个话呢是的确还是有一点道理的啊。这个是钟汉拍出来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当年拍的时候，我正好把它都拍成照片啊，留为我们今后学习研究之用啊。这个呢的确可以证明应该是后加彩，因为他画这种题材，而且有海水，一定是画龙的。我过去一直讲，云是鹤的故乡，海水是龙的家园，所以外边加了海水，里边画仕女，这本身里外就不合。刚才我们这个朋友讲这位朋友还是非常有独到之见的，他讲是不是名家后加彩，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这个里边画的这些仕女的确也是光绪时期的风貌那么所以这个两者之间结合起来，这个东西还是应该值得商榷的。那么会不会是王少维画呢？没有款因为这个精品青花花鸟画得很好的那么也画山水，所以会不会是他们加工？因为毕竟这个是个官窑器本身是官窑，这个没错，不用研究的。问题是落在谁的手里？有这个条件能落在手里的有谁这个呢我们今天讲到这儿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提出来，也顺便呢让大家看一下。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大运瓷这个同治时期的大运瓷，这个可以大家看到大清同治年制这种造型我们雍正就有，这个一直延续下来，这就属于大运瓷。大家注意的就是它的款的写法，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名人在上面加彩的这个款制完全一样完全一样，这个我们只要看一下就知道就行了。你看没有？这种缠枝花卉从康熙一直到中华共和元年都有这种画法只不过款落的不同而已。这个呢在这儿也是给大家说明一下。那么这种东西呢也是一样都是同治时期的这个龙纹，这种先刻在胎上刻龙纹，然后再加彩的烧造方法，我曾经在景德镇御窑厂采集过这种标本它就是先烧色胎的，然后咱们加彩的。你只要捡到色胎就知道这上面一定是加彩的而且是低温彩不可能是高温的这个呢大家注意一下。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同治的大婚瓷像这种同治年制4字2行的楷书款，这种呢在这个大婚瓷当中见的是比较的多这叫喜上眉梢喜上眉梢，这种题材是很祥瑞的在90年代我在澳门工作的时候，我的澳门朋友包括香港朋友来跟我讲，这个喜上眉梢有点晦气。我说理从何来呢？这个梅花的梅跟倒霉的霉谐音不好这个呢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和我们传统的一种说法呢把它完全对立起来了。我们看这种东西是按照传统的理念去理解的，他硬是用自己的观点去跟他去冲撞，我觉得毫无意义。这本来是个祥类的，给他说成了不吉祥，这个就蛮奇怪的，让人感觉是吧？这个给人感觉就没文化嘛，这纯粹是吧？所以这种题材呢是非常祥类。再一个，它这个底喜欢用明黄这个是代表宫廷的代表这个皇家御用的这个呢我们就都看一下你看这种龙凤呈墙中间带一个喜字的这种东西都是大婚瓷大婚瓷，我们只要看一下就好了。里边是双喜，中间是双喜这种都是喜欢用红做地，翻红做地。这个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强调一下皇帝不是圣人，他也是个普通人，喜怒哀乐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种红红火火不是我们老百姓的专利，皇帝也喜欢红红火火的
懂吧？所以这种题材出现在这个宫廷御用器上，很正常。他和我们都一样，都是一个普通人啊，只不过他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啊，比较高，仅此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只要知道就好啊。这个里边你看团寿加上双喜啊，喜庆啊。然后呢，底下的款字注意啊，长春同庆，这个是同治时期大婚词当中最常用的啊，喜结连理，长春同庆啊。这个呢就是啊，我们讲的是大运词。那么这个款呢，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是我们讲八仙是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典型的是八仙过海。那么在工艺上有什么不一样呢？它也是2次烧造，一个是青花，烧造了八仙，然后再用胭脂红画海水。为什么？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个良将带进啊，就是上师带进，这种技术比较高的这些师傅们呀，越来越少。过去我们看到的，你比如说乾隆，他是用青花釉里红来烧造的，但你要知道，釉里红烧造温度的掌控非常难，如果掌控不好，釉里红就会烧坏，所以它的成功率比较低。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特别的珍惜，或者说技术上差距很大，不敢把这些东西都烧坏，干脆就直接先烧青花，后加胭脂红，炉子里面一烘烤出来的效果，同样让人感到喜悦，尤其是让慈禧老佛爷喜悦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清宫档案记载当中啊，可以看到所烧的瓷器已经和之前的差异比较大了。原因就在于技术啊，实际上是随着时代的衰弱啊，形成一个退势。尽管有些作品看起来比较的赏心悦目，但是在技术上已经是落后了啊，已经衰退了。好，这个呢是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百寿啊，这个同治年制也是大婚用的啊，大婚瓷。那么这种东西呢是在这个易趣拍卖啊，这个一个专场当中啊拍出来的东西。这种东西呢是工艺上是非常的精彩啊，明黄将蓝料釉啊寿字纹啊，这个大盘尺寸很大啊，20多公分啊，只不过呢就缺了一点点。但是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这个东西啊是非常棒的啊！大家仔细看，看见没有？这上面的蓝料彩啊，都晶莹剔透，啊，说明宫廷用的材料啊，比民窑用的材料也讲究了很多。尤其像这种大婚用的东西，更是讲究。这个蓝料就是我们讲的珐琅，啊，这就是珐琅彩啊！大家注意一下，啊，你看这上面的这个颜色，看见没有？都非常的漂亮啊！大家看一下。这就说明宫廷用器它是很考究的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随意啊，不是那么随意。好，我们再看一下双喜百蝶啊，这个也是这个啊喜庆的一个纹饰啊，喜庆的纹饰，大家看一下就好了。旁边的款也是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啊，这个百蝶大家看一看就好了。这个同样也是啊，喜上眉梢的，这个是同治时期特有的啊，特有的。那么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这个侧面给大家看见了，所有的共同点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盘的外沿口、碗的外沿口一定采用折枝莲花或者折枝花卉的画法，都是3组，全都是3组啊。这种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是宫廷里边从同治到光绪，它有共同的特点啊。这就是它的款啊，这就是它的款。好，我们把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啊，给大家讲一下。那么光绪时期的碗呢，它基本上可分为精粗2种。精者一般为盘碗等器，可与前朝相媲美，所绘花纹、花鸟纹饰生动自然，楷书大清光绪年制款。粗者为稍大的盘碗洗等，胎体厚重，色彩浓重凝厚，色彩不柔和，纹饰绘画呆板。这个呢，就是我们讲那个时代的东西啊，就是同治啊、光绪啊，他们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特点。所以我们讲
同治、光绪时期的特殊器型呢，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个呢就是大胆瓶、大缸、大花盆，这些呢大器造型的端庄装饰呢比较新颖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赏瓶，到了后来呢，我们见赏瓶的东西啊更多，除了青花的赏瓶以外呢，这个粉彩的赏瓶也比较多，而且呢，这种赏瓶呢大多数造型啊都以撇口、长径，而且它的肩部呢都凸起到旋纹的，都起那个凸起圆幅。这个既有青花款，也有矾红楷书款。那么彩器基本上都是这个矾红款，大清光绪年制。那么这种东西呢，过去啊，应该叫清宫档案当中呢，把它叫玉堂春瓶，主要用于陈设和赏赐用的，赏瓶嘛，是吧？那么这个图案呢有很多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我们经常见到，一个呢是龙凤纹，一个是云龙纹，一个是百福纹，一个是百蝶纹，还有呢松露纹，还有就是菊蝶虫草纹，其实挺多的。但是呢，我们见到最多的呢，主要还是云龙纹、百福纹、百蝶纹，而龙凤纹也有，后边两种少见，就是松露鹤纹还有这个菊蝶草虫纹，这种很少见这个呢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大雅斋的粉彩瓷器是光绪时期特有的。因为大雅斋呢，它本身是作为一个斋号的这个斋号呢并非慈禧太后自属斋名的，这是这个咸丰5年咸丰皇帝赐予懿嫔嫔妃嘛，就是后来的这个慈禧太后天地一家春那么这个天地一家大雅斋是这个赐给慈禧太后的。那么后来有一个天地一家春，也是圆明园内的一组建筑，相传慈禧当初进入宫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居住过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慈禧太后当年给她留下深刻记忆的地方。所以我们见大雅斋瓷器的时候经常会发现，除了大雅斋这个字号以外呢，旁边还有一个印文，印文上面是什么呢？天地一家春这个呢是作为慈禧太后她把它作为自己私人的印章，把它烧在了瓷器上。可想而知作为慈禧太后当时刚刚入宫的时候给她留下的这种深刻的印象使她情有独钟一直到死，这个东西都是铭刻在心的所以这个大雅斋这个斋号呢，也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么大雅斋呢，这个由于是慈禧太后定烧的东西所以它这东西呢，我们发现它这个题材以花鸟为主什么藤萝花鸟、蒲道花鸟、露丝花鸟莲花这些东西，画眉鹦鹉这些东西都是它的主体纹饰八哥、白头翁、喜鹊都是他喜欢的。所以我们看到它这个造型有很多有方阵形银锭这个扇形这个四方窝角形圆形长方形花瓣形等等等等包括这个我们讲的水仙盆、花盆这些上面都有。这些呢款式呢，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我们多见的这些器物当中呢，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晚清的东西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重视。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文博系统尤其到道光以后这个嘉庆以后都不太重视了，而且呢研究的比较少。这几年呢，等于大家逐渐重视以后呢，也慢慢把这些东西也把从默默无闻渐渐的推到台前来。所以我们现在在市场上见到很多这种东西这个大雅斋这个体和殿包括这个后来我们见到的储秀宫这一类东西这个都比较多。希望我们大家要特别的重视这些东西特别的重视。那么除了这些以外的话，还有很有意思，这个大雅斋以外呢，还有永庆长春款在这个瓷器当中也见得比较多。这个大家呢要注意这个同治大婚、光绪大婚时期用的这个款是比较多的，但是它是有规律的并不是说是乱写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刚才我们讲的同治有什么款就是有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那么大雅斋的东西呢，在民国时期有仿，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年代挨得民国很近。民国早期有大量仿制大雅斋的东西，为了满足
那些这个好事者啊，就是喜欢这些东西的人啊，大量烧造。那么这些东西呢，相对来讲和我们看到的宫廷玉器相比较而言，纹饰画得比较粗糙，色彩堆得比较的厚重，经常会出现什么呢？波彩现象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宫廷玉器和民间仿造的一个大区别。二一个呢就是线条比较混乱啊，色彩呢比较沉闷而不够艳丽，有其形而无其神。这个呢就是我们讲民国时期的仿品。所以我们镜头前朋友我在这儿呢要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碰到过，而且碰到不止一件，碰到很多而且再告诉大家，现在也有仿上次我到广东去就见到过一对鹦鹉的花盆这个在这儿呢我就讲我个人的感受。大雅斋的东西，首先这个花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至于说它花画的怎么样，咱不去说它。如果上面有鸟，不管是鹭鸶、鹦鹉、画眉、喜鹊、白头翁还是其他的什么鸟类，我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一定要注意它的眼睛。所有画这些花鸟的画师不失等闲之辈，他们画花鸟画得非常好。所以你看花鸟那个眼睛是炯炯有神，栩栩如生，用8个字来形容它。如果你没有研究过真的，看过真的，那么很容易被假的给迷惑。如果你看过真的以后，你注意到这个细节，你再看假的，一目了然，鉴定就会很清晰地把它分辨出来。这就是我们讲鉴定这些要点。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因为这些东西绝大部分都是色地的，它的瑕疵可以被色彩盖住，但是眼睛它是画在色彩上面的，它是盖不住的。有神没神，他的眼睛，我们讲画龙点睛，点那个一笔是传神之笔，点的位置不对，那就出问题了，是吧？所以我们讲在这一点呢，我特别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这是我们鉴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么还有一个第4个就是我讲到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件东西，我们在市场上经常见到，就是秋操纪念碑。我相信镜头前的朋友肯定都见过这个秋操纪念碑这个光绪年间曾经举行过几次秋操军事操练秋季的军事操练。此碑为当时操练后的纪念品，目前见到的有3种我给大家讲清楚，有3种。一种呢，第一种是为粉彩牡丹花式和绿叶荷花式，这2种属于一个系列，均以叶茎为并，并中空与碑理相通，又可称为西碑，实际上就我们讲的西红的原理。那么在丙的背面墨书光绪34年安徽太湖附近秋操纪念碑。光绪34年是公元1908年34年记住34年。那么这个呢，我先给大家讲完了再说。一是呢是普通酒杯形式的，壁外碑外壁绘矾红描军云龙细珠纹，外口沿描金楷书光绪31年河间附近秋季大操纪念，这是31年是公元1905年。还有一式呢是同为普通酒杯形，烧制用青花绘制永平秋操碑，落款宣统3年永平附近秋操纪念，这是公元1911年那么这个秋操碑这是目前能够见到只有3种。那么根据这个查阅清党相关资料，光绪最早的训练新军始于光绪20年，天津马场编练定武军，当时训练没有烧造另外一个呢是光绪31年的河间烧造，这个呢是在2021年这个义趣国际拍卖会上曾经有一件，我等会给大家看。
这个杯子呢，同尺寸、同大小的，我们故宫博物院也有一件啊。那么光绪32年呢，在张德秋操这次没有烧造。光绪34年就是刚才我们第一个讲的这个牡丹花的啊，这种秋操杯，它的寓意是什么呢？一片丹心报效朝廷啊，这个就是等会儿我给大家看。那么还有一个呢，宣统3年永平秋操杯，这个呢烧制永平秋操杯了，落款是宣统3年啊。这个杯子呢，只有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博物馆里收藏了一件，社会上还没见到。现在我把这个杯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杯啊，请大家认真仔细看啊。一个是看杯的造型，第二个看杯的色彩，第三个看这个杯的这个柄啊，修长，这个是个眼儿啊。我们讲西红原理，这个西红杯啊，在唐代啊就已经有了啊。这个呢，这个杯呢是我们光绪34年的，一片丹心报效朝廷啊，它的寓意，请看这个款。大清光绪34年安徽太湖附近秋操纪念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告诉大家，现在社会上大量的流传仿制的这种杯，仿制的年代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有大量的流传。我为什么要叫大家看这个造型，看这个粉彩的颜色以及这个柄的修长？这很重要。现在我们粗细啊不一，款写的也是乱七八糟，那全都是假的。但是今后要有的话，大家一定要认真注意，假的很多，泛滥成灾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看见没有？这个柄是修长的，而不是粗细不一。这个上面每一个细节交代的非常干净清楚啊！再看，这是2021年啊大邑国际拍卖会上的一件东西。这个是光绪31年矾红描金的啊秋操纪念，故宫有一件啊，宣统3年的我们没有。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好，我们继续啊。这个是讲的啊秋操纪念碑在这个时期特有的。再一个呢，就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呢？就是同治、光绪时期的这个御窑里边有不同书写的款式。那么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就是专门为慈禧太后定烧的储秀宫制的款。这个呢是这个我们看到很多都是用青花写款的啊，而且是楷书款，但是也有这个篆书款的啊。这种呢主要是在大盘上面，这种大盘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大的最大口径要到90公分啊。当时呢这么大的东西啊，我们一个人抱的话都非常吃力，这个器壁敦厚，造型的比较笨重。我们所见到的这种大盘呀，那最早的是在龙泉窑啊上面见到这种大盘啊。那么这种大盘呢，当时主要用于外销的啊，因为这个元代啊，这个元蒙这个王朝啊，他们这个由于战争和扩张，他的这个军队啊到处跑啊，他需要外销。就像我们现在讲，要外销的话要征求外汇，是吧？需要钱。再一个，它这个呢东西啊大量流向哪儿呢？流向西亚，啊，流向西亚，当然也会在东北亚地区会流传。那么西亚是什么呢？因为西亚这些民族，尤其是伊斯兰，他们席地而坐啊，而且呢他们是用手抓饭的，啊，所以大盘的话呢，把饭盛在一块儿用手抓比较方便，啊，不是像我们都要坐在桌子上，啊，所以是大量烧造的。那么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呢，我们也很少见到有90公分的这么大的盘，啊，当然我们也见到明代嘉靖有过，但是在清代啊，烧这么大的还是比较罕见。但是，在为慈禧太后储秀宫啊烧这种大盘，啊，确实是比较罕见的。那么烧这种大盘呢，它的难度比较大，成品率比较低，啊。而且呢，它的用途是什么呢？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老一辈儿跟你解释啊，这个东西啊，当时啊，这个宫廷用这个东西啊是猪头啊，这个烧猪头啊，什么大祭祀用啊什么的。结果呢，我们查阅了相关资料和通过照片来印证啊，
其实这种大盘是慈禧太后在她的活动的空间盛放水果用的，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想象的，这个是来做这个盛大宴会和日常生活餐桌上使用的餐饮用具，是吧？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啊，我们来印证这个观点。这一张照片呢，看见没有？这个两个盘子啊，这个盘子呢还不算大啊，还不算大。我们找到这一张他坐着的啊，慈禧太后坐着的，有一张慈禧太后站着的，后边那个大盘就够那个90公分的。你看没有？它这个苹果呀，据清宫记载，它一年光这个苹果使用量要达到10几吨。主要用于什么呢？主要用于在它的活动空间，老佛爷走过来以后，有那么隐隐的飘来的那种果香味道，这个老太太喜欢这个，所以呢，为她烧这个大盘我们用事实来证明。你看没有？这个苹果全是把它垒成这样，放在那个地方，就是让它闻这个香的，而不是餐饮用，或者是放在那个地方准备让老佛爷享用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盘是在易趣拍卖当中拍出来的。底下落传是篆书款，储秀工制那么这个纹饰呢，我们讲是青花我们底下给大家看这个彩器这个我们不去管它。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款呢？非常有意思。这个慈禧太后对康熙的御用瓷器非常有兴趣，所以储秀宫里专门在康熙的若干品种当中挑选了8种作为定式，为储秀宫烧造这种瓷器都是专门他用的。像这个纹饰，我们大家如果不给大家看款，我们很多朋友肯定说康熙有错吗？没错，但是落了这个款，对不起，这个东西是储秀宫光绪年间烧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我专门关注过这一类东西，这个尺寸是42公分，还有更大的60公分以上的。但是非常有个特点，它底下包括它的圈足我们叫双圈足，我们当地叫阁楼底，它也用了这种烧造工艺，非常有意思。它是彻头彻尾的仿康熙的作品这个是个代表。看见没有？它是阁楼底双圈足的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看一下，看见没有？这一件仿康熙的这种素三彩一类的东西素器的，你看紫龙、绿龙、斑岩大盘，注意它的款，储秀工制这种都是40公分向上的大盘这个可以说完全和康熙风格一致底下落的是储秀工制储秀工制。这个用的是釉上褐彩这个盘子很大这个是达到90公分了90公分了，这个盘很大。
这个我们就看一下就好了啊，因为时间又紧张起来。这是皇帝青花啊，这个都是这个我们清早期都有的这种纹饰，同样落的是储秀公款，这个都是达到90公分的。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天地一家春啊，这种呢都是大雅斋若这种像印纹的这种款啊。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鸟啊，注意这些鸟，尤其是眼睛，这是我们鉴定过程当中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非常细小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啊。这个是大雅斋啊，这我们看一下，松狮绿墨彩啊。永庆长春，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啊。注意这个眼睛啊，注意这个眼睛，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再看一件啊，这是藕褐色啊坐地的花卉啊，这个鱼缸。注意这个鱼缸的造型，这种造型就是光绪时期特有的造型啊。别说鱼缸做成什么，这个看这个口沿就知道，不会是早期的啊，一定是晚期的。好，我们不能啊再那什么了啊。所以这个款制呢，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储秀宫，刚才我们看到了。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统治年制，长春、同庆、宴席同和啊，这是同治时期的。光绪时期的呢，主要是大雅斋、体和殿制、长春宫制、乐寿堂、永庆长春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啊，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体和殿制呢，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大多数都是花盆建的比较多，这个花盆的话呢，据清宫记载啊，包括你看这个是个德龄啊，在清宫近2年记一书中说，太后除掉全市货财外，花卉也许就是一最宝贵的字号品了。虽还够不上花痴的资格，然而却迷得很深了。这个呢，就是讲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那么多花鸟这类东西，与慈禧太后的喜好有直接的关系啊，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这种东西的出现啊，与慈禧太后有直接的关系啊，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呢，也是我给大家呢再看几件体和殿的啊。这个就不用看了啊，不用看了。这个就是体和殿的花盆啊，他喜欢用，你看花卉啊，用花卉。那么完了以后呢，你看它。体和殿篆书款啊，体和殿也喜欢这种篆书款的啊，这个是比较标准的标准器。这个呢，同样是体和殿，看见没有？这个扎斗啊，跟刚才那个同治那个扎斗造型是一模一样的，唯独不同的是什么呢？它底下的款是吧？刚才我们是楷书款，这是用的篆书款，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为慈禧太后服务的。所以我们讲晚清的东西啊。那么除了大运词以外，
我们的重点是抓在了这些专门为慈禧太后、为同治光绪帝大婚用词，是我们研究这一段这个御窑厂瓷器的重点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照片，看到这么多的这个纹饰那么这都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研究的部分。另外呢，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这个体和殿呢，我们刚才讲的大雅斋有仿，体和殿制的东西呢，民国时期也有仿，而且仿的造型也是和刚才一样的，有瓶、有鱼缸、有盒，也有花盆而且呢也是以花盆居多。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忽略了这个问题。这是我要讲的一点。另外一个呢，也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结合我们这个目前市场上比较多见的一个落款，叫什么呢？清华珍品。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在市场上见到若干了，但是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那么清华珍品呢，这种瓷器无论从器型纹饰还是在晚清时的官窑作品当中，时有所见，很多品种都可以在同类的大清光绪年制官窑瓷器当中找到同款，就是说这个纹饰造型都完全一样，唯独落款不一样。偏偏它落款落的是什么呢？清华珍品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清华珍品这个清华可能就是皇家园林清华园这个东西专门当年是为这个皇家园林特供的一批东西。那么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那么清华园呢，它成立于1707年，是康熙46年这个康熙皇帝为他第3个儿子尹祉所建，建园的时候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熙春园，送给儿子。那么到了道光以后呢，熙春园呢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叫熙春园，次于五子义中；西部叫敬春园，次于四子义楚那么这个义楚呢，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份发生了变化了。那么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呢，就将这个熙春园呢改名为清华园。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清华园那个门匾是当年咸丰皇帝所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清华园3个字呢，是晚清旗下3才子之一的叶赫那拉纳同所书纳同书法还是很好的非常有才气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清华园里面看到的那个清华园3个字是纳同书的。那么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敬春园，所幸清华园免于战火。那么义宗死后呢，长子载年继承，因载年弟端君王载一为义和团在园内设坛举事后，清华园被收回荒废，因为不让用了，就荒废掉了。直到1911年，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用了这笔钱建了清华学堂。那么这个清华学堂我们都知道的，它是为中国赴美国留学的预备学校，就设在清华园内。那么1913年再将原来的敬春园并地等地呢就并入了这个里边来。那么渐渐的发展为我们今天的清华大学。所以我们讲这个清华珍品这个东西过去我们大家都不重视的，不以为然。
可是我们一查了这些史料以后，发现哇，这个背景还相当的不一般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请大家注意，这种东西啊，清华珍品啊，这对于我们研究清华园的这段历史啊，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实物资料。由此呢，我就想到了我们清华大学啊，其实作为一个大学，它不缺钱，可是不见得他们知道这个历史，也许知道这个历史，并不重视这一块儿，啊，这些东西都是研究他们的一个很好的历史史料，应该要由他们去收藏的。我不知道，啊，我们清华园里的这些领导啊、老师、教授、专家对这个东西怎么认识？啊，这个呢，我觉得我今天在这儿，在镜头面前啊说这句话，也是引起我们镜头前的所有的学者、朋友、藏家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清华园啊，这个清华珍品应该重视，因为我们手上经过很多碗、盘、碟、杯，都落在清华珍品这个款啊。我来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目前我收到的资料呢，我以后再想办法收吧。目前手上的资料不多啊，不多，我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纹饰换6个字，大清光绪年制，没有任何人对它有存疑的。但是现在它底下是4字2行楷书款。我刚才讲到这个同治13年制啊，它的写法就是按照这样的书写方法，规整有力啊。这个也是这样，你看这个楷书写得多棒啊！我所经过的清华珍品款，全都是这种写法、书写方法，而且都是清华款。你看这个上面是松鹤霞翎，这个跟光绪当时代的这个瓷器啊，这个造型纹饰一模一样，连尺寸都一样，施彩的方法如出一辙。这些东西啊，都是要引起我们所有的藏家的注意。好，那么最后的话，我想呢，就是光绪晚期啊，到民国时期呢，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不管是粉彩还是青花，我们民间窑都喜欢落什么呢？大清乾隆年制这个楷书和篆书款，还有包括乾隆年制，这个呢，就是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在我们很多的像天球瓶啊、什么大罐上面都有这种款的，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因为宣统的年代太短了，我们见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大运瓷，造型跟前代几乎一样，只不过落款落的是大清宣统年制。但是呢，我给大家看一些特殊的，就几件，看完咱们就结束。非常有意思啊！大家看见没有？牡丹玉堂富贵，这个寓意就是玉堂富贵，这种风格就是宣统时期盘碗的风格。大家注意什么呢？外边有一道宽的青花旋纹，里边有一道细的然后里边是浅绛花卉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青花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洋蓝是从德国进口的这个化学古蓝料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底下落款大清宣统年制，这是一个盘，看见没有？碗也是这样的装饰技法，上下用旋纹，中间画主体纹饰画的是花卉，这是画的桂花，底下落的是大清宣统年制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后要注意的这是一对碗这个纹饰这个装饰技法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是祭器上面是没加彩的，底下落的是墨彩，大清宣统年制。
那么时间又到了啊，这个的确呢，要讲的内容呢还是很多很多啊。在这个镜头前呢，我跟大家说，谢谢大家，那么能够陪伴我们这么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釉上彩瓷呢，尤其是粉彩这一章节呢，我们讲到今天啊，也不能说这个都讲得很细，也不能说草草收场，因为相类的东西很多。在研究完了光绪瓷器以后，你看宣统就比较的容易，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所以在学习粉彩釉上彩绘的时候呢，我们以后会讲珐琅彩，讲这个釉下彩加釉上彩，也就是说斗彩这一类彩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再见。